各位，今天我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电脑相关的一个话题啊。也是我过去2年当中每次搬家到目的地都会碰到这个问题。有老观众应该知道吧，我就是这个主机就放到行李箱里面。我之前都是说内存条也插在上面，就在行李箱里面晃荡着坐火车，显卡有时候也不拔的。像这一次啊，我非常谨慎，我把显卡就因为这个泉州有哥们儿修电脑的，他送了我一个盒子，还匹配了我这个显卡。我这次小心了，但是还是碰到这种情况。我跟大家复述一下，我从云南取经搬到广西玉林的时候，2024年3月份，其实到目的地当时就有这个情况，就是说，我把所有的配件这样装进去之后，开机啊，这个 CPU 散热风扇转一下重启，包括电源风扇，包括显卡风扇，转一下重启，转一下重启。我当时就是重新把电源什么都重新拔一下弄一下，莫名其妙就好了，我没太在意。我到湖南株洲的时候也是这种情况，当时我也是大概插拔了一下这些东西，把纽扣电池抠下来这样弄一下，我也没太在意。到广东东莞那次还是这种情况，就是我到目的地租好房子，也是这样装好之后，因为现在啊故障解决了，我没法给大家演示。有些修电脑的或者懂电脑哥们儿应该是明白我的意思的，就是反复重启了。说简单点，它风扇转一下重启，转一下重启。现在我来到这江苏这边，又是租好房子，又是今天晚上把这个主机给它装好，从行李下面，我这是很谨慎哦。我把内存条、显卡还有硬盘，我全部都用纸给它包起来，各位用卫生纸给它包起来。又是这种情况。我刚插上电，我内心还怀疑着，我说不会又出现这种情况。果然，我刚通上电，按完这个开机键，然后风扇转一下，所有的风扇3个风扇转一下重启，转一下重启。我这次有点熟练了，我在想你无非就是，而且我泉州出发的时候，我还把静电放了一下这次就问题比较大了。因为它开机之后还有一个特征啊。鼠标键盘这个大小写这个灯没有的，那现在是正常的嘛，是吧？你现在是正常的，包括这个lock 看到吗？现在是正常的一个状态。还有鼠标当时它下面通电，上面不通电，也就是说它主板的这个 USB 它都没有自检，还交叉着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呢？我把这个内存因为它就俩插槽嘛，你看到没？俩插槽，那我肯定是先测单根嘛，第一根插到第二根，同时插2根，2根再交换着插。它反复的还有一种情况，就是有时候能单根进到系统，但是又没有画面，能听到Win7那个系统声音。鼠标这个就是说它所有的故障交叉着来。我现在是搞明白了，因为刚刚现在因为 AI 也这么便捷我跟 AI 也聊了一下，这个就是我这个主板的通病，各位，主板的通病就是说，由于我搬家也好，或者是主板有什么震动，或者就触发了它这个通病，就是一搬家就会出现，什么故障呢？一句话能讲清楚，就是说它有点敏感。它其实是非常兼容单8G 的这种 DDR4 的内存的，但你2根插上的情况下，平常比如说你放在这里自检通过的情况下，你用7、8年都发现不了这个问题，但一旦搬家，它好像就是一个敏感的女人一样，它马上能识别出来你搬家了，我身体被动过了或者怎么样。我说简单点就是这样。那我有什么解决方案跟大家总结一下我的解决方案。有好几个解决方案，就是你像我这样搬家之后，或者你平常遭遇过其他主板也有这个问题，就是你风扇转一下不它就反复的重启嘛。这个时候你需要就是人工的直接给它重置一下它主板这个 CMOS 这个东西，就重置主板了。我第一步放电，它就是内存不自检，说简单点就这意思。把这根电源线拔掉，然后这边电源就是你插座这边插排的电源也给它拔掉，然后这是开机键
开机键有2种放静电的方式，第一个这样按一下，然后放掉，按一下放掉，按一下放掉，按3下啊，这是一种笔记本的放静电方式，用在台式机上面也可以。第二种放静电的方式啊，这个手按到上面这个开机键，按30秒左右，25秒也可以，你不放心按50秒也行。它的原理啊，就是你主板上电容它会储存一些电，你强制按这个开机键会触发它强制用电放电嘛，所以这叫放静电，两个方法都可以。第二个你还要做的是把这个主板上的这个纽扣电池啊，用这样的一个带磁的这个东西给它吸出来，或者人工的手给它抠掉，就这个小纽扣电池给它抠掉。主板上这个纽扣也得同步的第二步给它抠出来。我之前就是稀里糊涂弄好是怎么呢？我抠出来大概马上就放进去。我现在发现有一个极端的解决方案，这纽扣电池抠出来放到这里啊，你出去刷会儿手机干嘛？一定要放5分钟，这有效果的各位。第二步你也要跟着做。第三步各位，第三步我也是之前在东莞我就发现了，也挺有效果的。就这个反正多少pin的一个插排，主板的这么一个供电，就这么玩意儿，你把它插拔一下也非常有效果，各位非常有效果。有时候你就把这根线拔一下再插进去，它主板就能感觉到好像被重置了。然后你如果只做前2步，有时候搞不好。我今天就是重点把这个线又拔了一下，马上就好了。我就有时候它这个故障，就是你给它解决的时候就很神奇。你用网上的方法，或者有些修电脑的可能也有这个感觉。它有时候啊，你网页甚至有一个网页打不开，它就是 CPU 坏了，你能想象吗？它 CPU 不支持里面那个代码。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吧，我碰到的故障，这个我是明轩 H311的一个主板，早就淘汰了，当年也是盖板的，但是2018年配的时候，我是专门到网吧会员专区看了，网吧都是那个配置，我买的这个反正1050钛的显卡，想起看都8年过去了啊，这已经淘汰掉。但是我想想，有些哥们儿，我这种情况比较极端，我每次碰到的都特别极端的情况。我是搬家，每次碰到这种情况，有多少人像我这样频繁的搬家呢？有时候是吧？给大家总结一下好了，今天视频内容就这种早期的 H 开头311这种主板的，或者这个系列的。它有一通病，其实就内存它有点敏感，你单8 G 的时候很容易自检就通过了。如果你有2根内存 DDR4 的，像这种，或者它最大支持32 G 是吧？你2根，如果你因为个人这个环境的变化，你给它拔出来，或者明天再装上的时候，有可能不自检啊。我前面还怀疑是这个插槽坏了呢，这插槽没这么容易坏的嘛，其实就是这个主板的一通病，它不太容易自检。但是呢，你如果像这样子装机放在这里，你装机从电脑店拿回来，或者网上买好买回来放在这里，你用个4、5年也不动它，你是发现不了这个问题的。你有时候把内存拔了一下再放上，它就不自检啊，它中间还 BIOS 啊自己跳到2018年，里面出现了一个 memory bad， 我看到了，它就跳2秒钟，马上又重启，一直在那里自检啊。你怎么解决方案呢？就是第一个放静电。放静电的前面一定要把这个电源给它拔掉。我虽然很啰嗦，但是如果我们分享是这样子吧，能帮到各位是最好的。这个电源线一定要拔掉的情况下，包括那插排呀，在那边插排也要拔掉，就那个按钮也要拔掉。这个时候去放静电，2种放静电的方式，就电源键长按3次短按3次，然后长按30秒、25秒、50秒都可以。第二个，纽扣上面这个东西给它抠掉，在这里抠掉，最好啊抠出来不要马上放回去，它就很神奇。你在这里放一会儿啊，再把这纽扣电池装回去，反而是真正的重置。你有时候抠出来马上放回去，它没有真正的重置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很神奇。第三步啊，我个人的一小妙招，就是也不知道是什么原理啊，就把这个主控的这个电源线，把多少 pin 的多少这个一个最大的一个这个电源线拔一下。我感觉是有效果的，因为我想起来我在东莞好像也是这么解决的。我上次还碰到一个什么情况，各位可以回忆一下。我还碰到一情况，现在挡住了是吧？这是这个硬盘的一个供电 SATA 3.0 的，这硬盘的供电啊，它也那种情况，就是说我现在不动它了，因为它已经开机的一个状态下了。
这个线也会坏哦。我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，在东莞的时候，就是这个硬盘的供电线也会坏的，它插头有点不紧。我靠，我6块还是9块钱买了，就给它解决了。当时我不是分享了吗？我怎么，你看看，有时候我啊就被迫的就是成为一个，我不能说电脑专家，我也都是懂一些皮毛，也是斗胆的跟各位分享。但是有时候是这样子啊，你一碰到这个问题，它就是很棘手的，你甚至拿了电脑店师傅也没有。我再跟大家复述第二个问题啊，反正给人感觉已经很啰嗦了。就我这显卡也有一个小问题，我在泉州碰到的，还去找小郑修，然后跟他认识，我觉得算一段经历吧。他送我一盒子，我当时买的时候没有这个盒子的，买的整机。这显卡还有什么问题呢？也不能说通病吧，也算是通病。就是你夏天都要开空调嘛，我在泉州因为住在顶楼，那房间是必须要开空调，不然没法住。我开空调都是定时3个小时、2个小时，它每次定时啊，它那空调关机的时候，就是它自动关机那一刹那，继电器一关闭，它打一下子，因为我那个线路啊，房间里很小，它这个线路跟我电脑那个线路是连在一起的，咣一下传到我这边，我这个显示器啊，就这样子，给大家演示一下，就这样。咣一下黑屏了，就是空调啊，自己到时间关闭的那一刻，同步的我这显示器黑屏了，黑屏了几次，然后你知道后面出现什么情况？黑屏之后，有好几次就开不了机了，啊，就那次我就拿这显卡到泉州电脑城去认识了小郑，小郑帮我修啊，你知道花多少钱吗？100多块钱，其实就短路了一个很小的问题。然后后面他还把我这个接口给我接上弄好怎么着的。这个你碰到了也可以注意一下，就是显卡我这是10系的，你20系、30系、40系、50系都是一样的。我看新的50系的还有烧这个接口供电的这问题是吧？你像我这都65瓦的，这直接主板上面金手指供电啊，就是说它每个系列啊其实都有一个通病的，你理解它的原理，有时候搞多了，反而就慢慢的就明白了，一通百通。哎，老饭骨来了，一通百通，各位。第二个，这个显卡的这个故障也跟大家讲一下，就如果你也是家里用空调，喜欢这种定时的，它最后通一下，因为你家里电脑很有可能会碰到这种情况。我知乎上搜过了，它关闭的那一刹那，你的显卡如果黑屏的话，这也有解决方案。我给大家说一个，你买一个好一点的公牛的那种，就带电池的那种插排。好一点，这名称叫什么我忘记了，您可以问一下豆包，用我这个叙述去找，就是那种插排啊，带电池的。如果说这个空调断电的那一刹那，你这个插排上面还有电池供电，就保证你这个主机是一直保持有电的状态。第二个，它那个插排设计的比较好，用的原材料比较好，就保证我们这个电啊，这个电其实也有垃圾电跟普通电，干净的电就是牛逼的电的这个区分啊，就这个交流电有这个区分的。我们有些电有时候供的也不是那么干净的，我用我直白的话跟大家讲清楚啊，以及我个人的理解。你买个那插排大概也有60-70块钱能解决。我呢没太在意这些东西，它本身这电脑也不值钱，我可能刚好现在搬家也搬好了，有可能我要升级14代的 CPU， 或者看一下买个 B760系列的主板，到时候自己折腾一下，反正内存条都好的，还有怎么着。好了，各位啊，今天就录到这里吧。我分享一个这个 H311系列的这种入门级版老的，反正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用，反正我自己碰到这种情况。第二个，显卡如果你跟空调啊，它是会打空调会打这个显卡的，会有这种很小的故障的，也有解决方案。买好的插排啊，供电好的，带那种反正电池的那种，我说简单点就这样，好，您参考一下吧，就这样，拜拜。